大家好，我是小颖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特色小吃，把面粉倒入红糖水里，搅拌一下，出锅没想到这么好吃，非常的 Q 弹，香甜又顺口，做法比包子简单，比馒头好吃。接下来跟着我的视频，一起来看一看具体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先准备200克的红糖，接着起锅，把锅烧热，不要放油。我们来做炒糖。直接把红糖倒入锅中，先干炒一下红糖，火不要大，中小火就可以了。这个红糖炒法一定要有耐心，看到红糖冒烟就要赶快翻炒，这样才不会造成红糖烧焦变苦。炒糖期间一定要不断的翻炒，以免烧焦。如果温度过高，也可以拿起锅子远离火炉，把它的香气完全给炒出来。大概炒3分钟左右，变成这样光滑浓稠状就可以了。那我现在加入100毫升的热水，我们热水加上去，慢慢加，像我这样子慢慢加。现在红糖水温度很高，一定要小心，慢慢的搅拌，一直到红糖跟水能够融合在一起。煮到像这样，红糖已经完全融化，它的颜色有没有会特别的黑？发现没有锅里煮很多泡泡。那很正常，因为我们的红糖的浓度很高。现在就可以关火，再加入冷的食用水200毫升，搅拌均匀后，把红糖水倒入碗中。趁现在红糖水还是微温的状态，我们加入木薯粉100克过筛。这样木薯粉会比较好拌均匀，加入木薯粉可以让红糖糕更 Q 弹，拌至像这样完全没有颗粒的状态就可以了。然后加入3克酵母，稍微拌匀，这时候的红糖水还是微温的状态，有助于酵母发酵。然后加入面粉200克，面粉一样要过筛，这样才能让调出来的粉浆更光滑更细致，用中筋面粉或者高筋面粉都可以。把红糖粉浆拌均匀，要有耐心的把红糖水跟面粉搅拌均匀。记得哦，酵母粉下去，我们面糊的温度绝对不能太高，搅拌到你觉得酵母它差不多有很均匀的融化在这个面糊。加入食用油20克，也可以改用蜂蜜20克。加入蔬菜油或蜂蜜，是为了让红糖糕更湿润，冷掉之后也不会变硬。我觉得用酵母做的红糖糕口感更湿润。黑糖粉浆搅拌至这样光滑的状态，我们稍微搅拌均匀就好了。那我们现在要让它进行发酵，我们就盖上盖子，让它发酵1小时的时间。要以当天的天气温度而定。那我们这个红糖糕的这个粉浆，我们刚刚静置在室温下，我做一下记号，贴上小贴纸，然后我们就静置一旁，等待红糖粉浆发酵。等到粉浆膨化1倍的高度就可以了。黑糖粉浆发酵得很漂亮，有很多的小气孔，我们用刮刀再稍微搅拌一下，搅拌到粉浆光滑均匀。黑糖粉浆发酵得很漂亮，有很多的小气孔，我们用刮刀再稍微搅拌一下，搅拌到粉浆光滑均匀，就可以准备入模了。提前准备好的金模具，在模具里铺上一张烘焙纸，这样蒸好之后会比较好脱模。再把拌好的粉浆倒入模具中，还有记得粉浆高度不要超过2公分，高度控制在1.5至2公分最适合。过高的粉浆容易造成表面爆开。粉浆倒入模具中，再放入提前准备好的红枣，再撒一把芝麻在上面。那我们在蒸之前，把里面空气腾出来，
里面会有气泡，我们要把模具拿起来摔打几下，让粉浆能够更平整，没有气泡，这样蒸出来的黑糖糕才不会里面气孔太多，它里面的会比较紧密紧实，不会有空心的状态。把它放入温水的锅中，盖上盖子，2次醒面10分钟。接下来我们准备2个漂亮的鸡蛋。朋友们、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。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小颖来说可以高兴睡不着觉。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你帮小颖点赞转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大家支持和鼓励。看一下10分钟过后，粉浆明显变大，这时候我们盖上盖子，把水烧开，水开后再蒸15分钟。15分之后不要马上去打开盖子，让它再焖个5分钟。那现在焖的时间差不多了，来打开盖子，哇，好香啊，一股红糖的清香味扑鼻而来。再把它取出来，直接放到案板上，我们就先给它脱模，先放着，让它放凉一下。其实呢，这个红糖糕可以多做点，可以把它用袋子包好，冷冻保存都非常方便。为了方便食用，给它切成小块，切成自己喜欢的块状，切的时候都能感觉到非常的松软，香味扑鼻而来，真的是太有食欲了。切好之后，把它放入盘中，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像这样非常好吃的红糖糕就做好了，蓬松暄软又香甜，口感 Q 弹，非常的营养又好吃。取一块看看，看一下颜色漂亮，而且非常的松软，用手指按压能迅速回弹。一口咬下去，有红糖的香甜，加了红枣，还有红枣的甜蜜，有点像蜂巢状这样子。那个红糖炒过呀，它的香气以及那个糖的甜度不会那么甜，颜色也非常的漂亮，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。如果大家也喜欢，就收藏起来试一下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哦，点我头像。还可以看到更多简单的家常美食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